圆形松香在大家好，我是吴老师，欢迎回来到本期的嘉生红丝竹音乐。每一位学习胡琴的学生啊，每一位授课的老师，大家身上都有好用的小配件哦。这些小配件啊，就像是小叮当的百宝袋内的道具一样哦，十分便利又好用。本期影片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你不一定需要，但是有的话非常好用的配件哦。第一项配件是弱音夹，相信很多琴友在选购二胡的时候啊，可能就已经添购这项配件哦。弱音夹这个配件啊，大部分使用的时间点都是在家中练习时候使用啊，而且都是因为怕吵到邻居或者家人时使用。弱音夹的外观类似一个夹具，有点类似我们晒衣服的衣夹哦。老师啊，那可以使用晒衣夹来充当弱音夹吗？理论上是可以的哦，只要能减少音量就可以啦。使用的时候只要将弱音夹夹在琴码即可。这边特别注意弱音夹的有一边特别长的突出，必须要夹入琴码的凹洞哦。在吴老师排练的经验中啊，彭修文老师的大作《秦兵马俑》一曲中，在第二乐章春闺梦，征人思妇相思苦这个乐章啊，就使用了弱音夹这项配件哦。这个段落特别的标注了缓慢激进的，是不是感觉特别的适合呢？这就是一代大师彭修文老师厉害的地方吧。弱音夹当然可以削弱乐器本体的音量，而且是非常有效的削弱音量哦。不过大家也请要小心的使用这项配件，长时间使用弱音夹会导致琴体振动不足哦，舌皮振动不足就无法产生良好优美的音色。再者，演奏者长时间接收不正确的音量及音色，自然对琴体正确发音及音色就会受限哦。第二项配件是护弦琴套。我们通常演奏或者练习完毕后啊，都要拿起干净的棉质布料，将乐器上的松香擦拭干净，然后才能将琴弓啊挂回去琴上哦。当然，有一部分的学生啊，会选择每次练习完毕后将弓拆下，另外存放在琴盒中。不过，还是只有少数人会这么做啦。那你有没有想过啊，擦拭干净的琴弦及琴弓，会不会因为琴弓挂上去又让松香重复粘连回去呢？答案是当然有可能啊。这时候，如果你有护弦琴套，就可以解决刚刚讲的问题咯。我们一样练习乐器完毕后，将琴弦及琴弓等等部件擦拭干净，拿起护弦琴套放置上去，再将琴弓挂回去琴上，这样就能保证琴弦与弓毛不接触。当然，琴弦会一直保持干净的状态哦。老师啊，除了购买美观的护弦琴套外，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当然有哦。拿出一块比较大的棉质式琴布啊，将琴体、琴弦擦拭干净后，将布挂上去琴上，再将琴弓收整好，是不是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呢？第三项配件是点点贴或者是指甲油。胡琴的琴杆上啊，不像是古琴上的徽位有标记啊，所以自然对音准的学习及点位就不容易拿捏，也不易精准哦。尤其每把胡琴的有效弦长并不一致，所以每把琴的音准点位啊，都仰赖教学的老师去纠正跟定位哦。有了点点贴及指甲油的辅助，让初学者更容易拥有较好的音准。这两件物品啊，在文具店及彩妆店都很容易购得哦，并且都不是一个大金额的配件，所以吴老师个人认为啊，每位学习者都应该要准备哦。指甲油适合在确认音准点位后，直接涂画到琴弦上。优点是
因为直接涂画在琴弦上，手指指尖接触容易贴合，不容易产生视觉的落差。不过缺点就是啊，如果涂画的太多点位到琴上，其实指甲油会影响琴弦的震动哦，也容易影响琴弦的健康及寿命哦。上次我要去买指甲油的时候啊，店员还问我说是不是要买给女朋友的总不能说是我自己要用吧，实在是有一点那么的尴尬。点点贴适合在确认音准点位后，直接贴到琴杆上。优点是因为点点贴可以买很多颜色，所以吴老师我自己很喜欢用颜色区分把位，或者特殊的用法，比方说 F 调跟降 B 调用蓝色区分触弦点位。缺点是由于点点贴在琴杆上，所以会产生视觉的落差哦，音准的状态也比较不容易那么的精准。再者，由于是贴纸，所以粘性会随着时间而减弱，很有可能贴纸会移动或者脱落哦。这时候就要随时麻烦教学老师补上贴纸哦。第4项配件是小型收纳盒。大部分我们买的松香都有很多的样式，常见的松香有长方形及圆形这2种。初学二胡通常会配有长方形的松香。这种松香外盒是塑胶硬盒，由于是塑胶硬盒所以不容易挤压变形哦。另一种的圆形松香通常配有纸盒，这种纸盒随着时间使用后会变成破烂的纸盒哦。圆形的松香在纸外盒软烂后就容易压坏或毁损，这时候如果有一个盒子可以把它装起来，那是不是很棒呢？在 IKEA 宜家家居的保鲜盒系列中就出品了一个装圆形松香刚刚好的小巧保鲜盒。这个保鲜盒除了可以拿来装松香之外，前面提到的弱音夹当然也可以收纳进去哦。当然，如果你身上经常有备用的琴码或千金线，也是全部都可以收纳进去的根本就是万用小盒子啦。IKEA 的这个小保鲜盒3个才19块哦，是不是很便宜呢？这样子 IKEA 的保鲜盒是不是销量会爆灯第5项配件是托盘，或称为笛架。这个配件比较常出现在管乐人的身边哦。很多中国笛的演奏家由于要转调或者更换不同的乐器，那就需要一个平面可以放置乐器，笛子托盘就孕育而生啦。而这个托盘不只是只有中国笛或管乐人才可以拥有的哦。吴老师我自己就非常喜欢这样的配件，我会在托盘上摆放松香、调音器、橡皮擦、铅笔等等的小物让自己在练习时候所有需要的物品都一应俱全哦，这样实在是太便利了。不过吴老师这边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使用这样的托盘，那就一定使用较粗的大谱架，不可以使用轻便型的谱架哦。轻便型的谱架不耐重，承重不足托盘是装不上去的哦。如果你本身是使用粗管的大谱架，那托盘可以很轻松的装配上去，而且每次练习的时候配件都可以摆放的非常顺手哦。老师可不可以摆放小蛋糕跟茶在上面那去客厅休息再吃就好了以上5种配件是不是都非常好用呢？如果你想要其中的几样配件不妨可以到我们的线上商店选购这些都是吴老师推荐的好物哦。我是吴老师，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加深红丝竹音乐见面喽。